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一件事，用 AI 批量的做内容会被 YouTube 打掉，所以很多创作者开始做了一个调整，不再乱做，不再拼数量，开始做看起来比较正常的内容。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案例，让我意识到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，就算你没有乱做，也有可能被取消盈利。有个频道它有数百万的观看量，每天都能够获得稳定收入，有明确定位，有观众，不是内容农场，也不是垃圾内容，结果一样被 YouTube 直接砍掉了盈利。所以现在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你有没有用 AI， 而是 YouTube 开始判定什么叫像人的内容。House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。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是事业来做，一定要记得订阅我频道。我整理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，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下载。所以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：什么样的内容在 YouTube 看起来是不像人的？很多人以为只要我有剪辑、有脚本、有声音，那么这样就已经安全了。但是现在的判断标准其实完全不一样了，不是你有没有努力，也不是你有没有花时间，而是你的内容有没有非你不可的东西。如果说今天你的影片可以被100个频道做出来，甚至用同一套的 AI 流程也能够复制，那么在 YouTube 的眼里，其实你就是一个可以被替换的内容单位。而现在平台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开始清理这样的内容。接下来这个案例，我觉得是目前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了。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，甚至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做得不错的频道，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 YouTube 判定为可替代，最终直接被砍掉盈利的。这个事情真的非常夸张。有一个这样的频道，它做的是什么呢？它是用 AI 来讲历史故事，来帮助观众睡觉。这听起来很普通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频道每天能够赚到几千美金，半年就赚了17万美金，这已经不是副业了，这是一间公司。然后某一天突然就被取消盈利了，收入直接归零。这里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频道里面不是垃圾内容，不是乱做的，而是有观众、有市场、有收入的频道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这种频道 YouTube 也要将它砍掉呢？那接下来我就帮你拆解3个他踩到的雷点，你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有没有正在做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完全没有意识到的，就是你的缩图看起来是不是都是一样的？你现在可以直接做一件事情，去打开你自己的频道首页，往下滑去看最近的6支影片。如果说你在1秒内就能够看出这些都是同一个系列，那么观众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的。如果说你的缩图是同样的位置去放文字，同样的排版，使用同样的颜色，甚至是同样的构图，只是换了一个主题，那在你眼里这叫做风格统一，但是在 YouTube 眼里这个就叫做可以被预测，可以被批量生成内容。你可以再想一件事情，如果说我把这个缩图交给另外一个人，他能不能在5分钟之内去做出同样的东西？如果说答案是可以的，那么它就不是风格，而是模板了。当一个频道里面的缩图看起来都是同一个模板一直在用，它就会被判定成不是一支一支内容，而是一批一批生产出来的东西。这个就是第一个讯号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标题。这个频道几乎每一支影片都是同一种写法，睡前听完整历史某某主题，睡前听完整历史另一个主题。你可能会觉得这其实挺正常的，因为很多频道都会用固定的标题格式，但是差别在于大部分的创作者会在固定中做出一些小的变化，比如说有时候去问问题，有时候用对比，有时候用结果，但是他的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变的。你可以去检查一件事情，你最近10支影片的标题，如果你把主题拿掉，只看剧情还是一样的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当你的标题结构一样，节奏一样，甚至连语气都一样的时候， YouTube 就会开始判断这其实并不是创作，这是在可预测的输出。而可预测这件事情呢，就是现在平台最不喜欢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第二个讯号。那第3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，你要问自己一个很残酷的问题，你的影片本质上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频道内容是图片加上慢慢的移动，
配上一段声音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高级一点的投影片。很多人就会以为我有配音，我有剪辑，我有转场，这个就已经是影片了。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，如果说我把这些素材全部交给另外一个人，他能不能用同样的流程去做出一支一样的？如果答案是可以，那么这个内容它的复制成本就是很低的。而当一个内容它的复制成本是低的，它的生成速度是快的，那么它在平台眼里就会被归类为可以被大量制造的内容，也就是不稀缺、不独特、不重要。当这三个东西叠加在一起的时候，重复的缩图、重复的标题，再加上可以被快速复制的内容形式， YouTube 它看到的不是一个频道，而是一个系统，是一个可以持续产出内容的机器。而现在平台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开始把这种机器型的频道慢慢清掉。所以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开始有个疑问，那到底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安全的呢？是不是不能够使用 AI？ 是不是不能够使用模板？是不是每支影片都要完全不同？其实都不是，真正关键的只有一件事情，你的内容有没有不可替代性？我帮你整理成3个很具体的原则，而且每一个你都是可以马上去优化的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内容里有没有你的观点。很多人做内容其实都是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资讯讲一遍，比如说整理一个方法，去讲一个新闻，猜一个案例。但是问题是，这些东西 AI 其实也是可以做到的，所以你就需要去多做一步，去加上你的判断。你可以去问自己3个问题：这件事情我同不同意？如果是我会怎么做？这里面有没有被忽略的点？哪怕你只是讲一句大部分人会这样做，但我其实不同意，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这一段就已经让内容变得不可复制了，因为观点它是无法被模板化的。那第二个原则呢，就是你的内容有没有为这支影片设计的结构。很多人做影片其实是这样的，用一个固定模板，每一支影片套进去，例如开场3个重点，结尾，这在一开始是有效的，但是长期来看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每一支影片看起来都一样。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测试，把你的影片标题拿掉，只看内容结构。如果说3支影片都几乎是一样的，那就是问题。真正好的内容是每一支影片都是有为这个主题设计的节奏。例如你这一支影片一开始不是讲 AI， 而是先讲你以为安全其实是不安全，这就是为主题服务的结构。所以你可以这样优化，在开始写脚本之前，先问自己，这支影片最重要的转折是在哪里？我要观众在哪一刻改变他的想法？然后你就用这个去设计你的整支影片，而不是先去决定格式。第3个原则就是你的内容有没有你的痕迹，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但也是最重要的。什么叫做痕迹呢？不是单纯的语气，而是你的经验、你的故事、你看事情的方式。很多人会刻意讲得很标准，但是问题是呢，越标准就越像是别人的。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优化，在每一支影片里面呢，去加一段只有你能够讲的东西，比如说你自己的经验，你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，甚至是一个你踩过的坑，哪怕只是一小段，都会让整支影片变得不一样。你可以去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说这一段拿掉了，别人还能不能去做出这支影片？如果说答案是可以的，那么你就还不够有痕迹。如果答案是不行，那么你就已经开始去建立了你的不可替代性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现在 YouTube 它在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它不是在打击 AI， 也不是在限制创造者，而是它在放大一个标准，在你的内容里面到底有没有人？不是说你有没有出镜，而是有没有你自己的判断，有没有你的设计，有没有你的痕迹。当这3个东西同时存在的时候，你的内容就是很难被替代的，而这才是现在这个阶段最安全也是最长期的做法。
所以如果说你看到这里了，你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，现在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 AI， 而是你的内容有没有不可替代性。但是大部分人卡住的地方其实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而是在知道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去稳定的做出来。比如说你知道要有观点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把观点去变成一支有吸引力的影片。你知道不能够使用模板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设计结构。你也知道要做出差异化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让内容去持续的被推荐。所以很多人最后就会变成每一支影片都在重新摸索，做得很累，但是成长很慢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我的整套从选题、结构、内容设计再到变现的流程整理成了 YouTube 频道运营大师课。如果说你是认真的去想把频道做起来的，而不是只想试试看，那么你是可以去看一下课程内容的，我会把链接放到影片下方。另外，如果说你想更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 YouTube 它到底是怎么判定这些内容的，包括为什么有些影片会被直接限流，为什么有些频道会被取消盈利， AI 内容到底是怎么被看待的，那我在这支影片里面整理了 YouTube 内部人员透露的一些关键的讯号，是2026年很重要的方向。那我希望你呢现在就去观看这支影片，这些信息呢对于你来说非常重要。